子昂可是你男朋友，我又是你最好的闺蜜，那么我们两个这么重要的人，就要委屈你用自己拖延一下时间了。你们休想！快跑！两只小蜜蜂呀，飞在花丛中呀，飞呀飞呀。我不是被杀了吗？怎么还会在这里呢？大家注意啊，养蜂村呢马上就到了，我们这次来可不是来玩的。养蜂村？对呀，顾名思义，这个养蜂村呢都是以养蜂为主的。我们也是搞这个昆虫研究的。你们也该写毕业论文了，借此机会呢，你们也多了解了解这方面的知识。教授，我听说2年前养蜂村的人就不再养蜂，也不知道为什么全村的人都搬走了。不会我们到了那儿找不到人吧？为什么搬走？养蜜蜂才能挣几个钱啊？肯定都搬去城市了，谁还待在农村啊？不，这里有杀人蜂。教授，我们不能去养蜂村，会死人的。老婆，你睡懵了吧？什么杀人蜂啊？我还杀人犯呢！我真的没有骗你们。那里不仅有杀人蜂，还有一只巨型蜂王，体型长1米，展翅可达2米。一旦被它蛰咬，1天内必死无疑。夏婉，你吹牛前能不能打打草稿？就算是蜂王，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体长2米的蜜蜂？完全就是你的臆想。我之前对这个养蜂村做过调研，这里养的蜂是意大利蜂，它只产蜜，并不是杀人蜂。真的有杀人蜂，而且还是变异的。够了，我们这次是来做调研的，并不是来听你这些没有根据的传言的。教授，我们到了。好，那我们下车。杀人蜂！老婆，这就是你说的杀人蜂啊？我看你是被吓破胆出现幻觉了吧？不就是一只小蜜蜂啊？夏婉，亏你还是昆虫系的研究生，连一只小小的蜜蜂都吓成这样，真是丢死人了。是我刚才太紧张了，但是这里真的有杀人蜂。教授，我们还是回去吧。夏婉，科学研究讲究实证，不能凭主观臆断下结论。说好了，这次调查研究谁若缺席，谁的毕业论文就别想通过。教授，虽然没有杀人蜂，但是我们还是小心为上。因为普通的蜜蜂也会蛰人，如果遇到蜂群就麻烦了。看看你那点出息，啊，蜜蜂你学什么昆虫啊？别说是一只小蜜蜂，就算你说的杀人蜂过来，我也一样照样捏死。听说炒蜜蜂可好吃了，这里蜂农肯定会做，正好趁机尝尝。没问题，这次咱们出来所有的调研花销我包了，就当是请大家出来玩。哎，里边有个人家，走，我们过去看看。小婉，别担心了，我带了防虫喷雾，就算遇到蜂群了也不怕。小婉，你快跑，我来拖住他。杀虫剂对他没用，得用火。
小婉，你快跑，把这里发生的一切告诉外界，快跑！上一世，神爷为了救我，被蜂王活活咬死，我在一旁看着却无能为力。这次一定不能再让悲剧发生。怎么感觉这里好熟悉啊？有人吗？有人吗？这女儿可比夏晚梦瑶性感多了。这人也好熟悉，但为什么想不起来？你怎么了？有点头晕，可能有点晕车。我有晕车药。不用。夏晚，你怎么这么矫情？你们是来旅游的？啊，我是昆虫学家，今天带领学生们调研蜂蜜养殖。这里以前不是有很多蜂农吗？现在这里怎么都空了？城市机会多，蜂农们呢都走了。我开民宿混口饭吃，你们要是不嫌弃，就在这住下。哎，好。你撒谎，这里又没拆迁，去城市发展，怎么可能整个村子都搬出去？在空城办民宿更不合理。实话告诉你吧，这里2年前闹过病，村民们都说这里呀有脏东西，就都搬走了。我呢是从外地嫁过来的，丈夫家呀都死了，只能靠开民宿谋生。好在呀平时都有驴友会来勉强糊口。怪病？是啊，迷信罢了。我在这住2年了都没事儿。你是寡妇？你多大了？你觉得呢？最多30。你小子好眼光。这位亡人够味，刺激。好看吗？我们就住这儿了，只要你服务的好啊，钱不是问题。放心吧，包你们都满意。来，里面请。等一下，你们看那里。你们看那里。哇，好大一个蜂巢，说不定里面还有蜂蜜呢。想吃蜂蜜啊？那还不简单。这些蜜蜂好像跟普通的不一样。这是杀人蜂啊！救我！救我！好大一个蜂巢，说不定里面还有蜂蜜呢。想吃蜂蜜啊？那还不简单。这梦竟然是真的！住手！这是杀人蜂的蜂窝，一旦激怒他们，我们都会被蛰死的。又是杀人蜂，你能不能编点有新意的？我听都听烦了。这个蜂窝真的不能捅，不然陈教授会死的。夏晚，你竟然敢咒陈教授，还是说看到子昂对我好吃错了？你也太小心眼了。老婆啊，格局大一点。瑶是你最好的朋友了，他想吃蜂蜜，还满足不了吗？这个蜂窝真的不能捅。这个蜂巢里面，万一真的有蜜蜂的话，就麻烦了。为了这点蜂蜜，没必要。不过这个蜂窝从外形结构看，纹理确实特殊啊，不像是普通的蜂窝。这不刚好吗？把它捅下来研究研究，说不定还能有新的发现。你笑什么？抱歉啊，我实在是没忍住。这个蜂窝里啊，压根儿就没蜜蜂，更别提什么杀人蜂了。你们呀，真是想象力太丰富了。听见了吗？人家老板娘都说了，没有一点危险，就你在这一惊一乍。
骗我们。虽然我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但他肯定不是什么好人。你这丫头，你别血口喷人啊！我苏妹虽然只是个民宿老板，但是啊，我从来不会坑蒙拐骗。这蜂窝呀，早在去年就干了，我干嘛要骗你们？这有没有蜂蜜，捅下来就知道。不能捅！你不让我捅，我偏捅。这不是什么都没有？我都说了，这蜂窝里啊，什么都没有，你们还不信？我还以为有蜂蜜呢。你说的杀人蜂呢？我明明看到这些杀人蜂从这飞出来了，还吞没了陈教授。你怎么知道？就在刚才，我看到了。大白天的做白日梦，我看你是梦游吧？夏晚捉弄我们，你很开心吗？我的梦都实现了，很多情节都印证了。夏晚，别自己吓自己了，出来玩，放松点。我还真巴不得呀，这里边有杀人蜂，还能多盘菜。结果呢，什么也没有。这个蜂窝啊，确实干枯了，但是呢，它有药用价值。老板，你把这个蜂窝卖给我。哎呀，送给你们了。我这儿呢，还卖野生蜂蜜。你还养蜂？对呀，这养蜂村啊，谁不养蜂？平时自己也会出去采蜜，养活自己罢了。听说野生蜂蜜口感更加醇厚，营养价值更高，还能美容养颜。蜂蜜含抗氧化物质，是有一定养颜作用，能够调理新陈代谢。那苏老板如此的光彩照人，那想必也是蜂蜜的功劳啊。平时也是偶尔吃吃，不过还是老了。什么话？你这个年龄的女人最有味儿了。算你嘴甜，那我这就去给你们取蜂蜜，你们等着哦。你移情别恋了？没见你这么夸过我。我是故意说点好听的，哄她开心的，她能卖给咱们最好的蜂蜜，我怎么能看上那个老女人呢？那你什么时候？我想你也不想啊？别自己吓自己，放松点。你们在干啥？你们干什么呢？你他妈离我老婆这么近，找死啊！子昂，你误会了。别没事找事，把手放开！你还护上了？要说你们俩没事儿，我第一个不信。梦瑶，你别在这没事找事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和陆子昂那点破事。子昂，能不能管管你老婆？她竟然污蔑我们的关系。我之前就是对你太好，给你惯。夏晚，我告诉你，从今天开始，咱们两个分手。喂，子昂，你听我解释，我跟小婉真的滚蛋！别解释了，解释就是掩饰，你们俩早就有一腿。子昂，别伤心，失去你是他的损失。哼，夏晚，你以为离了你我就没有女人了吗？我告诉你，想跟老子的女人多了，我差你啊！别把自己说的跟受害者一样，就算你不分，我也会，分了更好。够了，你们有事情私下去解决，不要去影响本次调研。对不起啊。没事，你一定要记住我刚才对你说的话，一定要小心那个女人，不要被她的外表所迷惑。好。这是我昨天呀刚采的野生蜂蜜，你们尝尝，不好吃不要钱。这蜂蜜不能吃，有毒。这蜂蜜有毒。你这姑娘，我们往日无怨，近日无仇的，你为什么三番两次的污蔑我？夏婉，你之前说这里有杀人蜂，现在又说这蜂蜜有毒，好人在你眼里全是坏人。小婉，你怎么知道蜂蜜有毒？杀人蜂蜂蜜含有生物碱，使用后会出现头晕呕吐，甚至有可能会威胁生命。这个女人更是口蜜腹剑，故意把毒蜜拿出来想毒害我们。我为什么要害你们？对我有什么好处？你们把我这儿当黑店来着？哼！既然这样，那这蜂蜜啊，我不卖了。你们呀，也别住在这儿，赶紧走！哼！你是不是有被害妄想症？
无缘无故去冤枉一个好人，你怎么这么歹毒啊？就是啊，夏婉，我早就看出来他蛇蝎心肠，而且平时还总爱装纯，不愿意待就赶紧滚。夏婉，你闹够了没有？你还想不想毕业了？教授，我虽然不知道他背后有什么动机，但是我肯定这个就是杀人蜂产下的蜂蜜，不能吃。哎，苏老板，你能不能把里面那个蜜蜂挑来让我看看？没问题，我身正不怕影子斜。蜂蜜里怎么会有蜜蜂啊？哎呀，这多正常啊，肯定是蜜蜂啊，闻着味儿，趁盖子没盖好，一不小心钻进来了。哎呀，那这野生蜜更是原汁原味儿。夏婉，你赶紧向苏老板道歉，这个不是杀人蜂。虽然说我没有见过杀人蜂，但是我看过有个报道，所谓的杀人蜂是指非洲化的蜜蜂。国内呢也有把这个虎头蜂称作杀人蜂的。虽然说呢它的攻击性很强，但它的蜜有没有毒，这个是分情况的。教授，您放心，这蜂蜜啊，我自己也天天吃。你们要还不信，我吃给你们看。怎么样？这下信了吧？这毒蜜不会立刻见效，需要时间，而且长时间服用毒蜜的人身体会形成抗体，就像使用了毒品一样上瘾。教授，这里的杀人蜂会进化变异，所以他们的外表跟正常的杀人蜂一样。你有完没完啊？那教授都说了不是杀人蜂，你还在这顶嘴？教授，如果这不是杀人蜂的话，那是什么品种啊？我以前也没见过呀。这个我也不了解，这个可能是这个蜜蜂杂交出来的，这个我要回去了解了解。老板，这蜂蜜怎么卖？只要你们呀不再冤枉我，我送给你们也无妨。我这儿又不缺蜂蜜。你刚才还说靠蜂蜜赚钱，现在又不要钱，你这不是自相矛盾吗？闭嘴吧你！啊，苏老板人美心善，不是你几句话就能诋毁的。哦，我懂了，他就是故意找理由不想待在这里，然后想和沈燕去车上睡，然后……哎，梦瑶，我跟夏婉什么事都没有，你再乱说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好了，你们别闹了，这个苏老板做生意也不容易，这个蜜我们就买下来了。哎呀，这也太多了，就算上房费也要不了这么多。哎，苏老板，多的算小费，我这人啊就爱乐于助人。那就谢谢老板了。我一定好好招待各位。这蜂蜜闻着就很香，肯定很好吃，想死就吃。滚蛋！别在这碍眼，别听他的。我就吃了，怎么了？我他妈给狗吃也不给你吃，蠢货！希望你毒发的时候也能这么硬气。哦，别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，自己没有本事，把握不住子昂，那可怪不得别人。子昂，在山里今天晚上我一个人睡害怕。哎呀，梦瑶，你现在可是我的女朋友了，那肯定要我们一起睡。没问题，跟我来。夏婉，你不去吗？今晚我睡这。那间可是仓库呀，里面连张床都没有。你确定要住在那儿？好好的房间不睡，非要住仓库，不用管他，他脑子有病。我劝你今晚也睡这儿。我和你这不合适吧？贱人，这么迫不及待睡到一块儿，还说你们两个没事儿。我说最后一遍，今晚杀人蜂一定会出现，信不信随你们。这个蜜蜂是典型性昼行性昆虫，它依赖光线和温度，一般情况下夜间它是不会出来的。跟我走吧。走。夏婉，抱歉啊，我不能跟你睡这儿，不然的话，我们俩真说不清了。
好了，是艾草。这蜜蜂最怕烟雾和有刺激性的气体，这下我们有救了。随便看看，条件呢有些差，比不了城里。你们有什么需要，尽管跟我说。还不错，那就这里吧。那你们早点休息。你还看？要不让他跟你睡？这么爱吃醋？放心，今天晚上我只属于你。夏晚，你睡了吗？沈燕，你刚才看见蜂王了吗？蜂王？没有，我来的路上什么都没看见。蜂王刚才出现了，刚刚就在窗外，我亲眼看见了。是你的到来惊动了他，所以他跑了。夏晚，你是不是又做噩梦了？这次不是梦，而且我的梦是真的。这次蜂王一定会出现，你最好也待在这儿，外面不安全。行吧，我留下来陪你，但我天亮之前就得回去，免得他们又说闲话。我这里有些吃的，风油精和防尘喷雾，给你。沈岩，谢谢你，但我觉得我们还是不应该待在这里，这里不安全，我们还是赶紧离开。为什么呀？就因为你做的那个梦？那不是梦，那是警告。如果我们不赶紧离开，最后的结局只会被杀人蜂杀死。那你梦里有我吗？有，但是你被杀人蜂杀死了，还有陈教授也死了。那你呢？我也死了，被莫瑶和陆子昂害死的。夏晚，你跟陆子昂分手是对的，但你别老活在梦里。沈烨，别去，是蜂王。再怎么说，大家也是同学，不能见死不救啊！子昂，我跟夏晚在床上，你更喜欢谁啊？那当然是你啊！夏晚那个贱人，装的跟个清纯玉女，碰都不让我碰。子昂，你干什么呀？你怎么还摸呀？摸半天没摸够啊！好痒，别摸了。你在说什么？我没动啊！蜜蜂，快把它拍死！哎呀！子昂、梦瑶，你们还好吗？刚刚听到了一声惨叫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哼，好啊，你们两个，我早就说你们两个有一腿，前脚刚跟我分手，后脚就滚到一张床上。夏晚，我这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急？你在胡说什么？我不说啊，这深更半夜孤男寡女，除了干这些还能干嘛？你以为谁都像你一样精虫上脑？你。子昂，你别管他了。刚才我被蜜蜂咬的好痛，快去帮我找点药。好，你被蜜蜂咬了，蜜蜂呢？被打死了呗。有什么问题吗？这是工蜂，工蜂在濒临死亡时，通常会释放一种信息素，会激起蜂群的攻击性。这附近不知道会不会有蜂巢。其他工蜂可能会随着信息素找过来，我们最好赶紧离开这里。夏晚，你也羡上瘾，
什么攻封蜂巢，差不多得了，别他妈蹬鼻子上脸了。我告诉你，就这了，来一个我杀一个，来两个我杀一对儿，怎么报复我？不成，给我送2年蜂蜜呀！走，我的肚子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走，我的肚子！走，走，你怎么了？你别吓我，醒醒，走！是蜂蜜，肯定是白天的蜂蜜，蜂蜜有毒。你怎么老是说蜂蜜有毒？那蜂蜜明明老板也吃了，他怎么没事？而且我们跟他无冤无仇，他为什么要害子昂？我知道了，一定是你。你没来之前，子昂好好的；你来了之后，子昂就变成这个样子了。你对他做了什么？子昂甩了你，对他因爱生恨，你想害他是不是？夏婉，你不仅谎话连篇，还蛇蝎心肠，你这个毒妇！梦瑶，你冷静一点，我相信夏婉不会做这种事。你要是还想让陆子昂活着，就赶紧把他送去医院，不然错过了最佳时间，就等着给他收尸吧。你等着，我先去找教授，你先收拾一下行李，待会儿和我一起走。好。等把陆子昂送到医院，我就说家里有急事要走，彻底离开这个鬼地方。你们打算去哪儿？夏婉，你磨磨唧唧干什么呢？还不赶紧去！这位老板是怎么了？子昂他刚刚很肚子痛，然后就晕过去了。我们准备送他去医院。哎呀，实在是不凑巧啊！这下山的路啊都塌方了，车子呀根本开不下去。你们呀被困在这儿了。我们昨天来的时候路还好好的，今天既没有下雨也没有地震，路怎么会说塌就塌？你这城里来的丫头，这山间土路呀本来质量就差，这说塌就塌是常有的事儿。夏婉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找茬？想害死子昂吗？没有车，那我们就走路下去。这山路呀陡峭又漫长，夜间呀还有野兽出没。你们这几个细胳膊细腿的，还没走到山脚下就撑不住了。对啊，夏婉，你猪脑子吗？这山上连灯都没有，怎么走？我们走不下去，救护车也上不来。苏老板，这附近有没有医生啊？这养蜂村方圆10里就我这一户人家，我上哪儿去给你找医生？现在情况紧急，只能找救援队。这手机怎么一点信号都没有啊？陈烨，我这手机好像坏了，你联系一下救援队吧。我的手机也没信号。这山里信号呀本来就不好，有时候风一吹呀，信号打一段，没有信号是常有的事儿。都是你们的破手机太垃圾了，这关键时刻还得看我的进口货。该死，我怎么也没有信号？你看见什么了？看见了一只巨大的蜜蜂，我跟它对视了。巨大的蜜蜂，难道是蜂王？蜜蜂回来复仇了，蜂王回来，他报复我们了。你们别自己吓自己，哪有什么蜜蜂复仇呀？是不是看错了？这外面什么都没有啊！我看见了，鲜红的眼睛，而且还有触角，特别可怕。我养蜂采蜜这么多年，从来都没有看过什么红色眼睛的蜜蜂，
你呀，肯定是刚刚被强光伤了眼，看错了。夏婉，都怪你，每天闲着没事跟我说什么凤凰杀人蜂，吓得我都看错了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触角、翅膀、风针，这些都是蜜蜂的残骸。陆子昂今天到底吃的什么？也就一口蜂蜜。都说了那蜂蜜有问题。哎，这蜂蜜我也吃了，我现在不好端端的站在这儿吗？你们呀，要是觉得我的蜂蜜有问题，我可以再吃给你们看。经常吃毒蜜的人，自然身体会形成抗体，吃再多也证明不了什么。夏婉，你真是够了！自己说蜂蜜有问题，说吃了你也不信，你要闹到什么时候？你要害死子昂是吗？现在不是纠结蜜蜂的时候，得想办法先救子昂。我认为子昂是食物中毒，现在需要进行催吐。这症状呀，我见多了，就是典型的水土不服，我有办法治。你刚才还说这附近没有医院，现在你又能救人，你到底安的什么心？再说了，陆子昂是吃了蜂蜜才会这样，你还让我们怎么相信你？信不信啊？有你，反正现在这里除了我，也没人可以救他。我这儿呢，有祖传的秘方，专治呀各种疑难杂症，尤其呀是他这种水土不服。那老板，你快试试吧，总不能看着子昂这么难受，他快不行了。等等，我们不能再相信他了，万一他有什么别的目的怎么办？我能有什么目的呀？我要是想害你们，早就把你们弄死，我还等到现在呀？哎呀，你们要是不相信我就算了，反正难受的又不是我。夏婉，你不想帮忙，能不能哪凉快哪待着去？你不要添乱了。苏老板，你把秘方给我吧，再拖下去，子昂真要不行了。把这个用蜂蜜水冲开，喂给他喝下去，保证药到病除。这黑乎乎东西来路不明，怎么能随便给陆子昂吃呢？万一吃出什么问题怎么办？哎呀，你们这城里来的人就是事儿多，这是我祖祖辈辈传下来的，效果好不好，一试便知喽。梦瑶，你冷静点，我们不能再被他所蒙蔽了。等到明天天一亮，我们下山，这样陆子昂明天就有救了。夏婉，现在这个时候了，你要是再敢阻拦，我就跟你拼命！子昂，你怎么了？老板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别慌，这是正常反应，过会儿就好了。子昂，你怎么了？他死了！不可能，怎么会这样？刚才不是好好的吗？怎么突然？不可能，子昂不可能会死的。子昂，你醒醒啊！你别吓我，你在跟我开玩笑对不对？子昂，你快醒醒！你冷静一点，别哭了。现在得确认，到底是怎么死的。对，冷静，我怎么冷静？子昂已经死了，是我亲手杀了他，我是杀人凶手。我看这杀人凶手是另有其人。你到底什么来历？那黑色粉末是什么东西？我们跟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什么要害陆子昂？那当然是治病的药啊！治病？你的药把人治死了，你根本就在胡说八道！子昂是你害死的，你还我子昂，还我子昂！梦瑶，你先冷静一下，现在没有证据，不能乱说。我怎么冷静？药就是证据，子昂的尸体也是证据。子昂，你还好吧？
你们一群人大晚上不睡觉在干什么呢？你们仨站一排玩老鹰捉小鸡呢。这还有你，这脸白的像粉红的像血，你扮僵尸呢？你们是来搞研究的，不是来旅游的。大晚上不睡觉，明天怎么工作？这是一只工蜂，这难道杀人蜂真的存在？这或许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呀！先生，你好像……你说什么？教授小心！教授小心！陆子昂，你发什么神经？子昂，你怎么样？你还好吧？我的头好疼啊！子昂，你知不知道？我差点以为你死了。你吓死我了！死啊？我怎么会死啊？我现在觉得头有点疼之外，其他的还好啊。陆子昂，你刚才喝了那个黑色粉末之后，就突然变得有点不对劲，肯定是那个药水有问题。哟，又开始怀疑我了？我那可是祖传的秘方，要不是我那药水，他能这么快醒过来？什么死了？什么药水？沈烟、夏婉，你们两个解释清楚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教授，今天陆子昂喝了那个蜂蜜之后就开始拉肚子，然后就喝了苏老板用黑色粉末冲的药水，然后就吐血昏厥，甚至没了呼吸。当时我们都以为他死了。少他妈咒我！我看你就是讨厌我，巴不得我死，是不是？孟瑶、沈烨当时都试探了你的鼻息，当时你确实是已经断气了。我可能刚刚太紧张了，没摸出来。子昂当时确实没了呼吸。这可能陆子昂处于假死状态，短时间内没有了呼吸，现在缓过来就没事了。是啊，我都说了我是在救人，你们还不信？好心当做驴肝肺。苏老板，你那个黑色粉末是治什么病的？就是一些普通的草药。普通的草药没有那么简单吧？你要给我说清楚，要是陆子昂后续发生了什么问题，你逃脱不了干系。我救人还救出问题了啊！我看你们这群人啊，就是想讹我，好人没好报。这个时间不早了，你们也赶紧回去休息。这个沙、蜜蜂和药水我拿回去研究研究。你们晚上把门窗关好，别让蜜蜂再进来。好话劝不死烂死鬼，随他们去吧。切！对了，这个就是最新杀人蜂的变异种类。没想到在这深山之中竟有如此大的发现。这变异杀人蜂的种类变得这么明显了，那它的攻击性和毒性一定有很大的变化。我要赶紧提取出杀人蜂体内的特殊物质，分析它们的成分和作用机制。说不定这背后还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科研宝藏，对生物学、医学等领域都将产生深远影响。怎么全是天使？你知不知道天使会引来蜂群？哪有那么夸张啊？随便吃点甜的就能引来蜂群？夏文，你别在这编故事吓我。就是啊，夏文，你昨天晚上说蜂群一定会来，结果呢，一根蜜蜂毛都没有看到。萧婉说的也有道理，还是小心为好。毕竟我们之前已经遇到过杀人蜂了。夏婉说的不无道理，这个杀人蜂既然变异，恐怕对甜味很敏感，我们还需要谨慎行事啊。哟，一大早在这儿聊什么蜂群呢？来，尝尝我新做的蜂蜜蛋糕。苏老板，你这蜂蜜是从哪儿来的？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？哼，我这蜂蜜啊，纯天然无污染的，我自己天天都吃，能有什么问题？你要是不敢吃呀，就别吃，少在这污蔑。
夏婉，你就是太多疑了。苏老板这么好的人，他怎么可能会害我？而且他昨天还救了我。我先尝尝。就这个味道。哇，我昨天吃完这个蜂蜜以后，我就特别想再吃一个，像上瘾了一样。这蜂蜜真有那么好吃？有些人怎么总是把别人想那么坏，内心阴暗，看什么都阴暗。你不想吃，我陪你。谢谢你愿意陪我。风群来了！风群来了！哪来这么多蜜蜂啊？子昂，怎么办？这么多蜜蜂，我好害怕。别怕，区区蜜蜂而已，我们走。快，我把外套给你，把头包起来，别让蜜蜂蛰到你脆弱的地方。你把衣服给我，你怎么办？我皮糙肉厚，没事。大家不要慌，赶紧到我身后。我研究过这些蜜蜂，对它们有经验。陈教授，现在该怎么办？这个蜜蜂啊，它是因为这个甜味过来觅食的，大家要牢记，不要激怒它。过一会儿呢，吃饱了它们就走了。陈教授说的没错，这些蜜蜂没有主动攻击我们，看来我们现在是安全。就你说。这蜂群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，数量庞大，但却井然有序，就好像被训练过一样。撤离的时候，也像被某种信号召唤。终于走了，吃个早餐都能碰到蜂群，真是晦气。还不是因为某人的乌鸦嘴，你一来，蜂群全来了。苏老板呢？他不是刚才还在这儿，怎么一下人就不见了？对了，苏老板，要是被蜜蜂蛰了多可惜！疼！今天别找了，我不是在这儿吗？苏老板，你刚才去哪儿？这蜂群突然出现，该不会和你有关系吧？夏婉，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想象力这么丰富，竟然能把蜂群跟苏老板联系到一起？对呀，小婉，你是不是悬疑小说看多了，脑子看坏了？苏老板要是能控制蜂群，我还能控制大象呢。你这丫头呀，一直就看我不惯，不能什么脏水都往我身上泼。我只是回房间拿个东西，怎么就跟蜂群扯上关系了？你早不出现，晚不出现，蜂群进来之前你进屋，蜂群一走你就立刻出现了，你该不会说这是巧合吧？哦，我知道了，夏婉，你就是怕苏老板比你长得漂亮，你嫉妒，所以你才处处针对苏老板。我不是针对他，这蜂群来得太蹊跷了，还有那些蜂蜜和药水，不得不防。苏老板，你刚刚去拿什么了？我就是回房间拿些日常用的东西。苏老板干了啥？还要给你们两个报备？我看你们两个就是胆子太小，被蜜蜂吓，天天疑神疑鬼。苏老板，消气，他们两个脑子有问题，别跟他们一般见识。这些人啊，就你最识趣。陈教授，这蜜蜂的行为模式很奇怪，不像是自然状态下的反应，更像是被某种信号操控着。我怀疑是蜜蜂有人控制。如果真的是这样，那控制蜜蜂的人一定在我们附近，而且很有可能就在这个民宿里面。终于找到这个杀人蜂的活体了，这对我的研究一定有很大的帮助。你们不用担心，这个就是普通的蜜蜂。哎呀，夏婉，听见了吧？这个就是普通的蜜蜂。可是这群蜜蜂撤退的轨迹很奇怪，
我认为你应该去医院看看脑子，从进山开始就不正常，怀疑这个怀疑那个，现在连教授的话都不听了是吧？就是啊，夏文，你装什么呢？是不是以为你比教授懂得还多？够了！这个蜜蜂呢，它本身就是群居动物，它们的行为一般是有规律和群体性的，看似好像被人操控，实际上遵循了一种本能。这……好了，大家也别吵了，夏晚也是为了大家的安全。为了大家安全，我看就是想出风头吧。没必要跟他们解释太多，我们继续观察这群蜜蜂的动向，同时做好防范，以免被这些杀人蜂打得措手不及。好，我相信你。那我们分头行动，我去周围看看能不能找到这群蜂的线索，你在民宿做好准备。到时候我们及时联系。注意安全。你也是。我说两个戏精啊，你们消停会儿吧，啊！跟着这只蜜蜂，或许可以找到他们的大本营。我知道你们饿了，别急，现在呀来了好几只大肥羊，妈妈呀马上就给你们送新鲜的肥料过去。苏老板果然有问题。谁？小兔崽子，跑得还挺快！等老娘抓到你，把你剁碎了喂蜜蜂！苏老板，吵什么呢？陆老板，这么巧？唉，我跟苏老板有缘分，走到哪儿都能遇见。需要我的帮忙吗？不用了，就是有只小虫子跑进我屋里了，我出来找找。哎呀，这美人的房间，谁不想进去？陆老板，你可真会开玩笑。可我这屋里没什么好玩的，不像某些人呀，一天到晚神神秘秘的。神秘？谁神秘啊？还能有谁呀？当然是那个夏晚，整天疑神疑鬼，也不知道在搞些什么。他呀，就爱出风头，别理他。不过我是发现了，这一会儿没见苏老板，你的身材更加美艳动人了。你呀，嘴就是甜。我还有更甜的呢，你要不要尝尝？那人家带你去个地方，走。我就知道苏老板这个人有问题，我先赶紧回去找沈岩商量对策。终于找到你了。这是苏老板的房间，他人呢？
该死，绑得太紧了，根本挣脱不开。现在要怎么办？夏婉，你在哪儿啊？夏婉，夏婉，夏婉，你在哪儿？夏婉，难道我真的要死在这儿吗？不，我不能死，我还年轻，我爸爸妈妈还在等我回家。苏老板3短3长3短，这是求救信号。如果你陷入危机的时候，只要发出这个信号，我就一定会来救你。我也会的。那拉钩。3短，3长，3短。是夏婉，夏婉，是你吗？你在里面吗？夏婉，夏婉，是你吗？你在里面吗？夏婉，夏婉，你躲开点，我来把门拉开。小婉，你还好吗？你是怎么找到这的？我们分开之后，我就去仓库里待着，却听到苏老板说你自己一个人下山了。我觉得你不是那个抛弃大家自己离开的人，所以我就来找你了。苏老板，苏老板，苏老板，苏老板有问题，他可能不是人。夏婉，你怎么不听允许，偷偷摸摸下山，还把自己搞成这样？就是啊，不是当逃兵了吗？怎么又灰溜溜的回来了？我没有下山，是苏老板绑架了我。这苏老板有问题，这里有危险，我们得赶紧离开。你之前偷偷摸摸下山，我们就不怪你了。你现在回来了，那你也不用编出这么荒诞的理由来欺骗我吧？是啊，小婉，你别以为编造理由装软弱，我们都能原谅你。我们根本没有那么好骗。我真的没有说谎，你们要是不信的话，可以问问沈燕啊。是的，夏婉确实被绑在苏老板房间。我发现他的时候，他的手脚都被绑着，嘴里还塞着布。不是小婉，苏老板为什么要绑你？还有，你们又有什么证据证明？证据就在他房间，他有一罐特别奇怪的蜂蜜，他把那个蜂蜜涂在脸上之后，皱纹就消失了。这怎么可能啊？我亲眼看见的。这还有这种事？这蜂蜜身上有什么特殊的成分啊？能够让人返老还童？哟，大家都在呢，聊什么这么热闹？夏婉，你不是说你要下山去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我什么时候说我要下山了？明明是你把我打晕了，跟别人故意说我要下山。我好心替你传话，你怎么还冤枉我？我这样一个柔弱的女人，我哪有那本事把你打晕了再绑起来？再说了，我好好开我的民宿不好吗？我干嘛要绑你啊？你还不承认？我明明亲眼看见你满脸皱纹，至少80岁，然后把蜂蜜涂到脸上之后，皱纹就消失了。满脸皱纹，80岁，我看这老女人最多也就35吧。你瞪我干什么？
你当我也没有我年轻？夏婉，你是不是看错了？我没有看错，那罐蜂蜜就在苏老板房间的镜子旁边。这事儿确实很蹊跷，我们要去苏老板的房间看看那罐蜂蜜再说。走。故弄玄虚，不去看看怎么行？我也去。你们这是干什么？未经我允许进我房间，不好吧？苏老板，假如夏婉说的是对的话，这可不是小事啊，我们必须要弄清楚。就是啊，苏老板，要是真有能够变年轻的蜂蜜，你可不能私藏啊。行，那我就带你们进去看看。不过，要是什么都没发现，夏婉，你必须得给我个说法。喏，看吧，哪有什么蜂蜜啊？夏婉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不可能，我明明看见，它就放在那儿的。夏婉，你再仔细找找。教授，你还真相信夏婉？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能让人返老还童的东西？夏婉，我看你就是害怕被教授惩罚，编个理由逃避责任。你这睁眼说瞎话的本事还真不少，把我们大家唬得团团转。他一定就在那儿，我不可能看错。夏婉，你先别着急，再仔细想想。哪儿去了？到底藏哪儿去了？怎么找不到了？就随便故意编个理由来污蔑我啊？夏婉，你会不会记错地方了？不可能，我绝对不可能记错，它就放在镜子旁边的。哟，这镜子挺干净的嘛，不过这没有什么蜂蜜。蜂蜜，对呀，蜂蜜。你们看，这有蜂蜜的痕迹，一定是他把蜂蜜藏起来了。这确实是蜂蜜的痕迹。苏老板，你这个怎么解释？这可能就是之前不小心撒上的，你们不能凭这个来怀疑我吧？苏老板，你还在狡辩，这蜂蜜肯定有问题。你到底把那罐蜂蜜藏哪儿去了？不给大家一个交代，我们大家所有人都会有生命危险的。如果你确实没有隐瞒什么的话，就配合我们把事情调查清楚，这样对我们大家都好。苏老板，希望你能够如实交代。苏老板，要是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，就别藏着掖着了。我有证据证明我没说过。喏，看吧。苏妹，33岁。不可能！刚才还言之凿凿说人家80多岁，现在看到身份证，这不说话了？教授，我就说他在撒谎。夏婉，现在真相大白了，你还有什么话可说？我明明看到了。啊，鹿枣呢？你把鹿枣藏哪儿去了？枣？这和枣有什么关系？当时你对蜜蜂说他们饿了，说要送点肉过去了，然后鹿枣就不见了。这件事你怎么解释？
小丫头，你这想象力可真丰富啊！再说了，这陆子昂不见了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说不定是他自己乱跑去了。你还狡辩！我躲在水缸后面，亲眼看到你跟陆子昂在调情，然后就把陆子昂带走了。结果他到现在都没回来。调情？你说陆子昂和这老女人调情？你再说一遍试试！老女人，老女人，老女人！你该死的陆子昂，他死哪去了？等我找到他，我要把他千刀万剐！莫阳，你先冷静一下。当务之急是要找到陆子昂，确保他的安全。我怎么冷静？陆子昂那个混蛋，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，居然背着我和这老女人调情。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，天马上就要黑了，再等下去，陆子昂只会更危险。这样吧，我看着宋老板，你们3个去找陆子昂，只有找到陆子昂，才能搞清楚事情的真相。赶紧去吧。走。陆子昂，陆子昂，你在哪儿啊？陆子昂，你个混蛋，给我出来！莫瑶，嘘，你别喊那么大声，你这样会把野兽招过来的，这样对我们、对子昂都会有危险。我喊大声点，子昂怎么听得到？再说了，哪有什么野兽？野兽来了，你自己不会跑吗？陆子昂，你给我死出来！陆子昂，你死哪去了？怎么了？你没事瞎照什么呀？吓我一跳！刚才树叶动了一下，我担心会有危险。哪有什么危险？说不定就是风刮的。大家还是小心点比较好。这里感觉阴森森的，总感觉有什么不对劲。能有什么不对劲？我看你们就是自己吓自己。哦，我懂了，就是故意拖延时间，不想去找子昂。你就是梦瑶，我没跟你开玩笑。我总感觉有双眼睛在盯着我们。小婉说的没错，我们确实应该提高警惕，注意安全。你们2个就是趁子昂不在，故意合起伙来欺负我是吧？行，你们继续疑神疑鬼，我自己去找子昂。随他去吧。陆子昂，你个混蛋！等我找到你，我一定将你碎尸万段，千刀万剐！什么东西？陆子昂，陆子昂是你吗？陆子昂，你有病啊！知道人家胆子小，还故意吓唬人家。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有多辛苦？还有夏婉说你和那个老女人调情，是不是真的？我告诉你，你回去必须给我买个香奈儿包包，我才能原谅你。说话你，再不说话我就……我腿上，我跑不动了。把火把给我，你带着梦瑶跑。不行，我不会把你一个人丢在这儿。我们3个人背靠背，提高警惕，围成圈。好，快！子昂不会被那个东西已经……不会，你先别自己吓自己，别老往坏处想。他飞走了。那是什么东西？怎么会有那么大的蜜蜂？太
吓人了。那是杀人蜂的蜂王，似乎接受到了某种指令，暂时离开了。你没受伤吧？没有，这山坡看起来不高，但现在太黑了，什么都看不见。你们手电筒还有吗？我的手电在来的路上丢了。我的也丢了，吓死我了！这什么鬼地方啊！藏还没找到，我们自己先……什么东西？我刚才摸到一个软乎乎的东西，不会是蜜蜂吧？陆早。陆子昂，陆子昂，陆子昂，你个混蛋！到底怎么回事？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一醒就在这儿。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快要死了？有一只巨大的蜜蜂差点把我头咬下来。蜜蜂？我记得我晕倒之前，有一大群蜜蜂围着苏老板。对了，苏老板怎么样？苏老板，你还敢跟我提那个老女人？夏晚说你跟她调情，是不是真的？哎呀，我怎么会看上那个老女人呢？好了，宝宝，多亏你来救了我。等下了山，我给你买包。我要上那儿的。陆子昂既然已经找到了，我们赶紧回去吧。陈教授还在等着我们呢。等等，让我们先走。对，就是，万一你们两个走了，把我们俩丢在这儿怎么办？你以为谁都像你们两个一样龌龊？那边有光，我们走。苏老板不是说这附近只有他一户人家吗？这是什么地方？我想起来了，苏老板把我带到这儿之后，飞出来一大群蜜蜂围着他转，然后我就晕倒了。看来我们猜测没错，苏老板确实有问题。我们已经把子昂找回来了，我们得赶紧回去，把事情弄清楚。这屋子里面是一群杀人蜂。是那只巨大的杀人蜂？不是，是夏晚，你又在吓我！陈教授都说了，这没有杀人蜂。一只小小蜜蜂把你吓成这样，真是丢人。如果我猜的没错，这里应该就是苏老板的蜂房。那苏小姐把子昂带到这里来做什么？我早就觉得苏老板和这些蜜蜂关系不简单，说不定他是用这些蜜蜂做什么坏事。我们得赶紧回去告诉陈教授，让他拿主意。这件衣服好熟悉，上面是血。这是陈教授的衣服。难道陈教授已经遭遇不测了？这样吧，我在这看着苏老板，你们三个去找陆子昂，只有找到陆子昂，才能搞清楚事情的真相。快去吧。走。陈教授，你看这天色也不早了，我得去准备晚饭了。这么快都坐不住了？好，那麻烦你了，苏老板。没事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那我先去了。好。这苏老板一定有见不得人的秘密。好女儿，慢点吃。妈妈呀，吃
这里多的是呢。女儿，她称蜂王为女儿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难道她能控制这些杀人蜂？肥瑶自己送上门了。那些是杀人蜂，对不对？还有那只最大的是杀人蜂王，你能够操纵它们，你是怎么能够做到的？你不害怕？害怕？我太开心了！你知道吗？这是人类多么伟大的一个发现呀！你能操纵它们，对不对？青春蜂蜜也是对的，它能够让人返老还童。看来你知道的不少。你以为你知道了这些秘密，还能活着离开？宋老板，我对这些杀人蜂很感兴趣，我们可以一起合作，一起来开发它们，这将是科学界一大突破呀！合作？啊，你有什么资格和我谈合作？我是昆虫学家，我自己有一个实验室，只要你愿意，我们可以合作人类和昆虫共同发展的项目，我保证能够让我们名利双收，甚至名留青史。名利双收？你觉得我会在乎这些东西吗？陈教授，你未免也太自私了。我养这些杀人蜂可不是给你们人类做贡献的。那你要什么？哎呀，不管你要什么，只要你愿意，我们可以一起实现。请相信我有这个实力。那你要什么？要钱？要车子？要房子？要珠宝？要包包？这些我都可以给你。陈教授，你说的这些啊，我特别感兴趣。不如我们进去聊。好好好好。你要干什么？救命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陈教授，你不是对他们很感兴趣吗？那你就好好感受一下他们给你的热情吧。你会后悔的，这是人类的一大损失。什么科学突破，什么名利双收，倒不如呀长生不老来的重要。死老头子，搞科研搞傻了，脑子不好使，肉也馋。切，陈教授啊，现在肯定好端端的在民宿里睡大觉，民宿里面就苏老板一个弱女子，她又不会害人。陆总，你别天真了，这么多证据都指向苏老板，我看啊，你就是被她的美貌所迷惑了。胡说八道！苏老板可是救过我的命，如果没有苏老板的秘方，我早就因为水土不服入土了。就是，我看你是吃秘方把脑子吃坏了吧？你。好好说话，别动手！我劝你识相点，把手给我松开！谁呀？你干什么？慕瑶，老公，他们欺负我！臭小子，你他妈给老子等着！你们这群年轻人怎么还打架呀？苏老板，你怎么在这？陈教授呢？你把他怎么样了？这么紧张干什么？陈教授呢？他只是累了，回去休息了。至于我为什么会在这儿，这是我的蜂房，我当然想来就来了。少装蒜！我们找到了陈教授的衣服，上面沾满了血迹，最好给我解释清楚。你说血呀？你说那个红色的吗？那可能是陈教授刚刚帮我刷油漆，不小心蹭到了吧？陈教授腰不好，怎么可能帮你刷油漆？到底把他怎么了？
哎呀，苏老板，你好好跟他们解释解释，我相信你肯定不会害陈教授。乖，还是你懂事，我怎么会舍得害你？对啊，苏老板都这样说了，我相信苏老板。那你敢打开蜂房给我们看看吗？夏文，你是不是有点太咄咄逼人了？苏老板一个弱女子，晚上开蜂房多危险！陈教授怎么可能在蜂房里？蜂房里这么安静，他要是在，早就死了。危险！要是陈教授真出了事，那才是真的危险。苏老板，你要是心里没鬼的话，就把蜂房打开给我们看看。你这死丫头，脾气倒是挺倔。你想看，那我就带你看看喽。请吧，各位。等一下，你走第一个。你不会是后悔了吧？这间房子里面都是杀人犯，让苏老板走第一个，他才不会攻击我。哎，行了，你们怕呀，老子不怕，老子走第一个。进。请。这些风怎么这么安静？不对劲！苏老板，他把门关上了。陈教授死了！救命啊！好多蜜蜂！夏婉，你是怎么身后？好多蜜蜂，我的脸好疼！大家别慌，快往门口跑！苏老板，苏老板，你在吗？帮把门打开！一起来！门开了，走！走！夏婉，你还好吗？我没事。苏老板呢？他躲去哪儿了？这他妈都什么时候，还他妈叫苏老板呢？风君又来了。我包里有艾草，大家拿出来点上。风群又来了！终于击退他们了。阿早，阿早，你怎么了？你别吓我！子昂被蛰了。他中毒了。杀人蜂的毒性很强，如果找不到解毒剂，3个小时后他必死无疑。你少他妈招了！
我就是有点晕，一会儿就好。你说话只会加速血液循环，只会死得更快。我们只有赶紧离开这里，才能找到一条活路。走。夏婉，找到车我们就能下山了吗？苏老板不是说山路都塌了吗？那个苏老板嘴里没有一句实话，我怀疑这个山路根本就没有塌，是他编出来骗我们。那要是真塌了怎么办？真塌了就走下去，总归还有一线生机，在这只会等死。啊，你凶瑶瑶干什么？她也是好心。那有车，我们有救了。我们终于安全了，这次苏老板肯定找不到我们。闭嘴！你，凤群在车底。啊！抓稳了！专心开车，我们得找个地方摆脱他们。他们怎么跟狗皮膏药一样，甩不掉啊！开进树林，树木可以阻挡他们。好，蜜蜂飞进来了！不行，蜜蜂太多了，根本拍不死。快下车，不然我们都得被杀人蜂咬死。停车！夏婉，好歹我们恋爱过一场，瑶瑶又是你最亲的闺蜜，你为了我们两个这么重要的人，牺牲一下你自己，给我们拖延点时间吧。哼，陆子昂，你这个混蛋，你会遭到报应的。子昂，你可真是太坏了，但我很喜欢。啊，子昂，车底有蜂王！在车里只能获得暂时的安全，我们得想办法出去，看看车里有没有可以破窗的工具。我去后面找找。小婉救我！蜂王在追我，我好害怕！小婉救我！小婉，对不起，我不该抢你男朋友。小婉，我给你道歉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我们还是最好的闺蜜，对不对？小婉，你开门啊！不要见死不救，小婉！自作自受，小婉，我救不了你。我明白声音了，我找到一个波状锤，咱们先出去再说。我得想办法和外界取得联系。先出去吧。我们必须得想办法向外界联系求助。先离开这里再说。你们这是要去哪儿？今天谁都别想活着离开！苏老板，我们和你无怨无仇，你为什么要害我们？不是我要害你们，是你们自己不长眼，送上门来，刚好呢，给我的宝贝女儿当口粮了。宝贝女儿？是啊，
这蜂王看起来不太对劲。这周围啊，早被我的杀人蜂布下天罗地网，你们逃不掉的。苏老板，你确实厉害。我有一件事，能不能让我死明白？现在知道拍马屁了，不过可惜，你话说的再漂亮，我也不会饶你一命。那如果我能帮你叫来更多的人力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能以陈教授的名义再叫一支考察队伍过来，以命抵命，怎么样？哼，没想到你这小丫头倒是有点鬼主意。不过我怎么能相信你？万一你再耍什么花样？苏老板，你看我们现在小命都在你手里，能耍什么花样啊？而且你杀人蜂那么多，就算来再多的人，也不够你女儿吃的呀。你要是不信的话，你看看这个。你们这帮畜生竟然敢暗算我！风儿，是妈妈风儿！趁现在，快跑！好，走。恶有恶报，现在该怎么办？我们必须先回到民宿。走。我怀疑这里没信号，是苏老板做的手脚。现在苏老板被蜂王攻击，不死也得重伤。我们现在躲到民宿，既能躲避蜂王的攻击，还能尝试联系外界。好，我相信你。是信号屏蔽器。太好了，有信号了。是救援队吧？我们是来养蜂村调研的科考小队，我们受到了杀人蜂的攻击，需要支援。好。我是来养蜂村度假的驴友，我们发现了苏老板的秘密，他拿活人喂养杀人蜂，目的是得到一种返老还童的蜂蜜。太好了，沈烨，我们找到了这个证据。实际本类记录了他怎么控制蜂王的方法和一些受害者的情况。这些证据足够让警方重视了，我们必须把这些证据带出去，给大家一个交代。救援队马上就会来，让我们找个安全的地方等待。这个房间不太安全，苏老板之前在这里待过，说不定会有什么危险，我们得找个安全的地方。去大厅吧，那里宽敞，方便我们等待。好，我们小心点。不好，是杀人蜂！风云也来了，快走！走。背包掉了，背包里有证据。哎，不能回去，现在很危险。走。沈烨，蜂王在指挥他们，想办法对付蜂王。现在该怎么办？我们根本没有武器。有了。快，往树林里跑！有人吗？有人吗？这里有人吗？救援队，哎，我们在这儿！救命！哎，救命！别怕，我们来救你们了。太好了，多亏了你们，不然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这是我们应该做的，你们没事就好。啊，对了，你们有没有受伤啊？我们没事。刚才我们在上来的路上看到3具尸体，2具女尸和1具无头男尸，他们是你们的伙伴吗？穿旗袍的是民宿老板苏妹，其他2个是我的同学，
他们都是被杀人蜂杀死的。你说蜜蜂会杀人？你说蜜蜂会杀人？我知道我现在说的话可能很奇怪，但这就是事实。民宿老板娘苏妹拿活人喂养杀人蜂，就是为了得到一种返老还童的蜂蜜。我的老师还有另外2个同学都是被杀人蜂杀死的。如果苏妹真的有你说的那么厉害，那她自己怎么也死了？蜂王不认主，失控攻击了苏妹。你刚刚还说苏妹用特殊方法控制了杀人蜂，怎么方法又失效了？这一切解释都很困难。我们有证据，可以证明我们没有说谎。证据呢？证据逃跑的时候弄丢了。丢了，这可麻烦了。没有证据，我们怎么能相信这么离奇的事情？而且我们还怀疑你们俩有杀人嫌疑。队长，我们没有说谎。杀人蜂很危险，我们必须赶紧离开这里。一切等我们调查结束再说吧。队长，里面有具男性尸体。里面的人你们认识吗？是我们导师陈教授。知道死因吗？杀人蜂杀死的。你们竟然还不说实话！这就是事实。现在情况紧急，那些杀人蜂可能随时会回来，我们必须赶紧离开这里。回去必须给他俩做精神鉴定。队长，我们真的没有说谎。那些杀人蜂一旦再次聚集，我们所有人都会有生命危险。你们听到什么声音了吗？这是什么声音？什么声音？队长，他们来了！怎么有这么多蜜蜂？启动驱蜂设备，保护好它们。走。有效果。队长，驱蚊药效果有限，对他们好像没有太大影响。快，朝着易燃的东西，烟火驱赶他们。走。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他们不会轻易放弃的。我们必须找到蜂王，只有控制住蜂王，才能让蜂群散去。对，现在情况这么危急，你还在编故事，还想不想活了？队长，我们说的都是真的，只有找到蜂王，我们才能摆脱现在的困境。现在这群杀人蜂数量太多了，这样耗下去，我们都会没命的。我做野外救援这么多年，还从来没听过什么蜂王。我看你是被蜜蜂吓破了胆，开始说胡话了。不是，这什么东西啊？队长小心！你们快跑，别管我！我们得赶紧回去救队长。现在下去太危险了，附近都是蜜蜂，我们没有防护装备，下去就是送死。现在不是伤心的时候，我们得赶紧找个安全的地方，再向外界取得救援联系。夏婉说的对，现在回去太危险了，我们只有保住自己的性命，才会去救队长。我们往森林深处走，树木可以阻挡一部分杀人蜂，能行吗？现在也只能这样了，不然我们只能在这里等死。走。走。救我！这该死的蜂王！我去救他们。哦。沈夜，小心！
沈烟，我们把蜂王引进仓库，里面有干柴艾草，我们烧死他。好。沈烟，快躲开！他还在挣扎，再坚持一会儿，我是蔓延开，他就逃不出来了。哦，快从那里钻出来！他应该死了吧？应该是死了，但我们不能掉以轻心，说不定还有漏网的杀人蜂从这里逃出去。沈烟，你看这洞口这么大，这洞口这么大，肯定有杀人蜂从这里逃出去了。不好说，这个洞口虽然不大，但足够让杀人蜂钻出来。我们现在赶紧回去，把证据找回来，等待后续支援。走。赶紧去找证据，只有找到手机跟照片，才能证明我们的清白。好。照片和日记本都还在。啊！怎么会有这么多？蜂王不是已经死了吗？可能是之前分散的蜂群听到了动静，我们得赶紧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。这样下去，门窗迟早会被他们撞破的。肯定是之前分散的蜂群听到了动静，我们赶紧离开这儿。日记本里写着，苏老板用特殊的香料控制了这些蜂群，这种香料肯定还在房间里。沈燕，小心点，别惊动他们。好像就是这个。苏妹就是用这种香料控制杀人蜂的。日记里说了，这种香味是用多种草药和蜂蛹制作而成，可以控制杀人蜂。我们可以试试用它来驱赶蜂群。好像真的有用，这个香料好像把他们驱退了。没想到这香料还有这种效果。现在蜂群暂时退去了，但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再来，我们得赶紧离开这儿。走。队长，他伤得很重，蜂王的毒液已经开始扩散了。蜂王他还没死。什么？蜂王明明困在仓库中被烧死了呀！他撞破了门跑了。
还要去追他们。我醒了之后追了上去，就看见仓库大门开着，里面什么都没有。没想到蜂王竟然如此顽强。你撑住，我来帮你处理伤口。蜂王现在还活着，他肯定会回来找我们，我们得赶紧离开这里。外面还有很多漏网的杀人蜂，我们现在出去只会送死。我们不如利用民宿的地形设置好陷阱，等困住蜂王，我们再逃出去。好，我身上还有一些驱风喷雾，虽然不多，应该能派上用场。好，我们出去再找些有用的材料。好，走。你们快看！我们可以利用汽油设置好陷阱，点燃汽油，形成一道火墙，烧死他。能行吗？上次都没烧死他。如果我们把它打开，让它跑不了，或许能行。我刚听到外面巨大的嗡嗡声，是蜂王。快走！情况不对，不好了，香料对他不起作用，他越来越暴躁了。如果失败，我来吸引他的注意力，你们快跑！不行，上次我们一起走。小王，小心！怎么样？没事。看来不行，不能跟他耗，我们得尽快跑出去。走走。小心！蜂王的弱点是头部和腹部，我们找机会集中攻击。我身上还有最后一点驱风喷雾，我来牵着他，你们快走。趁现在，快点火！我们成功了，暂时应该是安全了。队长，你伤口崩开了。没事，小伤。这样下去不行，我们必须得联系外界救援。好。你好，这里是救援中心，请问需要什么帮助？我们是刚刚求救的，在养蜂村调研的科考小队，你们派来的队员受伤了，需要救治。好的，救援人员身上有定位，你们不要乱动，我们马上派人过去。好，他们身上有定位，应该很快就到。队长，你感觉怎么样？还行，就是浑身没力气。我们已经联系了后续救援，他们身上有定位，应该很快就到。您再撑一会儿。这什么东西啊？别管了，别管了，走走走。有人吗？我们在这儿。你们没事吧？这里有人受伤。上。他伤得很重，身上被多处折伤，
现在毒素已经部分扩散了，不过好在我们给他注射了解毒剂，暂时没有生命危险。我这里有民宿老板拿杀人蜂害人的证据，我们会立刻上报给相关部门，一定会给你们和受害者一个交代。走。这真的不是梦吗？我们真的杀死了蜂王？这不是梦，我们成功了。